俄罗斯的后院又要起火了。就在9月6号，亚美尼亚国防部突然发推称，在基于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框架内，将与美国在9月11到20号期间，在本国境内举行雄鹰伙伴2023联合演习。好家伙，这是对俄罗斯有多大的怨气啊！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根据报道称，这次演习的重点在亚美尼亚境内维和旅的扎尔训练中心和国防部的恩训练中心进行。期间呢，会约有85名美军士兵和175名亚美尼亚士兵共同训练。同时呢，亚美尼亚还公开驱逐俄军。好家伙，这是要与俄罗斯翻脸呐！只不过亚美尼亚为何突然这么做呢？究其根源，还是归于俄罗斯的不作为。其中最大的导火索就是1988年爆发的纳卡冲突。原因呢是亚美尼亚有一块飞地位于阿塞拜疆国内，但是后者却坚决地认为这块飞地隶属于阿塞拜疆管辖。其实早在苏联时期，纳卡问题就一直存在，并成为了两个加盟国冲突的根源。只不过当时受制于苏联政府的巨大权威，才让两国在纳卡问题上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克制，最起码做到了表面上的稳定。毕竟那时候大家还都是苏联大家庭的一员。但令各界没想到的是，在1987年，时任苏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突然发起改革，立刻引爆了纳卡地区的民族冲突，最终导致两国为此大打出手，并在1988到1989年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当时该地区的苏联部队甚至奉命对纳卡进行了军事戒严，结果没想到戈尔巴乔夫认为军队的干预会破坏事件的发展，竟然让当地部队不要妄动，一直保持中立态度，于是冲突愈演愈烈。紧接着，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虽然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但纳卡地区的问题却依然阻碍着两国的正常交往。后来导致俄罗斯想要成立吉安安全条约组织时，两国都各自宣称有对方加入，自己就不入约，搞得俄罗斯也很膈应，算是自作自受了。后来吉安组织还是成立了，阿塞拜疆也确实加入了，但亚美尼亚加入后呢，阿塞拜疆便在1999年退出了，最终导致即便是到了现今，所谓的吉安组织还是七零八落。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加入之后，按照该国的想法，既然自己已经是吉安组织的成员国了，那么该组织本身就要担负起保护成员国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的责任。显然俄罗斯并未做到。近几十年呢，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施加压力时，原本应该和亚美尼亚站在一边的俄罗斯却选择了和苏联一样的做法。这也就导致截止至今，纳卡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这也是亚美尼亚对俄罗斯怨气很大的原因。我都站队了，你竟然还看着我挨打吗？此前，在意大利媒体在9月3号的采访中，时任亚美尼亚总理的尼克尔·帕西尼扬就曾抱怨称，尽管俄罗斯指出西方国家试图将其赶出亚美尼亚，但我们看到俄罗斯自己正在放弃南高加索地区，并进一步表示，我们可能有一天醒来会发现俄罗斯已经不在这里了。同时，他还认为俄罗斯维和部队无法或者不愿对连接亚美尼亚领土和纳卡地区的唯一道路拉钦走廊实施控制，致使近9个月以来，阿塞拜疆封锁了拉钦走廊，造成当地食品、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如此以来，亚美尼亚便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寻求帮助，比如说美国。综上所述，亚美尼亚之所以会这么做，完全就是俄罗斯自己搞的，想要得到好处却又不肯出力，白嫖都没这么白嫖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加索地区，近几十年来，不仅仅是亚美尼亚，该区域的另外2个国家也对俄罗斯意见很大。其实近几年来，高加索地区3国即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意见一直不小，甚至爆发过冲突。就比如说在2008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爆发了冲突，原因在于各国下属的一个自治州南奥塞梯及其支持者阿布哈兹想要独立。对此呢，格政府当然是不同意于是从1990到2008年之间一直互有摩擦。起初俄罗斯还是站在中立方，后来当2008年2月科索沃宣布独立后，作为回应，俄罗斯突然选择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于是在同年8月，俄格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但是两国的实力差距实在是过于悬殊，仅仅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俄罗斯武装部队就迅速击败了格鲁吉亚军队，促成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对此，格鲁吉亚也在同年9月2号宣布与俄罗斯断交，至今都没能恢复。至于阿塞拜疆与俄罗斯，上面大兵也提到了，阿塞拜疆呢是自从在独立后跟亚美尼亚就一直有领土纠纷，即纳卡地区的归属。为此，两国在苏联解体后还打了4年的纳卡战争，结果是阿塞拜疆输了。那么阿塞拜疆为何输了呢？原因在于俄罗斯当时没有支持阿塞拜疆，而是支持了亚美尼亚，从而使得纳卡地区成为了亚美尼亚占领下的领土。这一点阿塞拜疆至今都耿耿于怀，对俄罗斯是怀恨在心。与此同时，在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的例子也让阿塞拜疆感到心寒。好一个国家，只是因为得罪了俄罗斯，就被其一场战争导致立下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整个国家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另外呢，便是俄罗斯的吃相太难看了。由于阿塞拜疆是俄罗斯众多邻国中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境内光是石油资源就有几十亿吨，还有无数的天然气。于是看上这一点的俄罗斯便长期低价从阿塞拜疆购买这些资源，然后输送到欧洲，中间赚取高额的差价。对此，阿塞拜疆也非常清楚。于是呢，近几年便直接跟西方修建了到地中海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自此就不再需要经过俄罗斯，赚的钱也就更多了。但对俄罗斯的仇恨却一直没变。好家伙，俄罗斯这是要将周边的国家都得罪一遍啊！而这次随着亚美尼亚的转变，俄罗斯未来很可能失去对高加索山脉的控制，这对于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要知道，高加索山脉不仅是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之一，还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分界线。对俄罗斯来说，他们宁可付出巨大的代价，也绝不愿意放弃高加索山脉。要知道，在高加索山脉以北，就有一个俄罗斯刻骨铭心的地方——车臣。当时俄罗斯为了控制车臣，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而近期随着俄乌战争，车臣部队与俄正规军矛盾的不断加大，使得俄罗斯更加不敢放松对于车臣的控制。此外，从进攻角度来看，高加索山脉以南就是俄罗斯必须参与的中东棋局，和格鲁吉亚等3国，再往南呢就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以及波斯湾，在波斯湾以外还有印度洋。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大减的情况下，如果它不能在中东显示存在，就必然会被北约国家进一步进行战略打压，最终被闷死在高加索山脉以北。从防守角度看，高加索山脉则是中东地区与俄罗斯南部的地理分界线。俄罗斯只要守住高加索山脉，就能阻止敌人从高加索山脉进攻俄罗斯。不仅如此，该山脉对于俄罗斯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战略意义，那就是里海。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湖泊，该海域的面积约为38.6万平方公里，目前已经发现储量惊人的石油。同时，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棉花等战略资源。但是里海和中亚都身处内陆，两地要向西出海，将资源变现卖给欧洲，就必须走高加索山脉通道。因此，俄罗斯只有掌握了高加索山脉通道，才能在里海及中亚的能源问题上享有更高的话语权，也能更深度地参与欧洲事务，与欧洲讨价还价。更何况，俄罗斯自己就濒临里海，该海域呢让人眼红的资源，俄罗斯自然是不愿放弃的。也正是基于该山脉的重要性，在亚美尼亚选择与美国联合演习之后，有消息称俄罗斯将出动12000名瓦格纳雇佣兵前往亚美尼亚进行军事政变，试图建立起一个亲俄的政权。但是这个想法真的能实现吗？首先，对于俄罗斯能否实现上面那个想法，我们首先要知道亚美尼亚的军事实力。目前亚美尼亚的武装力量大概是由陆军和空军2部分组成，其中在陆军方面，亚美尼亚拥有现役人员 4.5 万人，立下编制有5个集团军和1个独立炮兵旅、1个自行火炮团以及1个反坦克团等等。装备上，亚美尼亚军队使用的主要是以苏制、俄制装备为主，立下装备有500余辆各种型号的 T72 主战坦克和30多辆从俄罗斯进口的 T90S 坦克，装甲车也是清一色的俄制装备，比如 BMP1、BMP2、MT-LB 以及 BTR60、70、80等等，累计数量呢在1000辆以上。在火炮方面，亚美尼亚陆军装备有 2S1、2S3、D30这样的老式苏联武器，
但是从2008年开始，也陆续引进了不少先进的远程火箭炮和战地导弹，极大改善了原本火力不足的问题，例如伊斯坎德尔导弹、TOS-1A 自行火箭炮等等。与此同时，在防空武器方面，亚美尼亚呢则是主要以 S-125、9K33 OSA、SA-13等常规防空导弹为主，立下的3部 S-300PS 防空系统算是该国最强的防空力量了。另外便是一些自研的无人机装备，比如 KR-UNK、X-55等等，都经历过实战了。紧接着在空军力量方面，亚美尼亚空军现役人员约有7000人，立下装备有固定翼战机和直升机71架，共编成6个中队，包括1个战斗机中队，装备有4架苏30 SM 战机，目前部署在艾里温9姆里空军基地。1个攻击机中队装备有苏 25K、UBK 攻击机，1个运输机中队装备有伊尔 76M 战略运输机，3个直升机中队装备有米24 PKR 武装直升机、米8、米17、171运输直升机以及 PZL 米2直升机等等。综合以上力量虽然在面对整个俄罗斯的时候差距非常大，但是还是能和1.2万名瓦格纳相抗衡的。此外，如果俄罗斯真的会进攻亚美尼亚，大兵猜测到时候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很可能也会和亚美尼亚站在一起。毕竟唇亡齿寒的道理都懂，谁也不能保证俄罗斯会不会将事情闹大。总结来说，这次事件呢，俄罗斯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很大的概率后院起火，届时就将会陷入双线作战的不利境地。而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发展，俄罗斯在前线糟糕的表现也会让更多的国家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这种因持久战而引发的连锁反应，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那么大家认为俄罗斯会不会直接和亚美尼亚开战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